来这么早啊？啊？哟，陈大检察官。哎呦，大审判员，除了吃饭还看着书呢。那你看看，多久没见了？上次是春天，拔河比赛。哦，对，老于带着你们院那帮壮汉，都快把我拽飞了。那是你没原则呀！一拉拢你就投诚了。谁投诚了？我什么时候投诚了？我说你俩有这么忙吗？咱们院就挨着，这一年见不上面。我还行，我不怎么忙，夏英杰比较忙。成天往下面跑。你们中院不是主要负责二审吗？往下跑什么？刑庭特别忙，我们庭长整天说咱们不比基层法院，来的都是重大的案子，所以基本上每个案子呢都得亲自提审调查。但这不应该是公安和你们检察院的活吗？对呀，问你们庭长啊。他们这庭长有点难于那师傅的意思啊。你说谁？老张啊？啊，他们庭长就是从你们院调过来的呀，对调查案件有本能的、巨大的、无限的热情，职业病。医生，你说就是审判员还要去调查案件这事儿对吗？我们国家这个情况，我觉得是必须的。因为我理想中审判员的状态就应该是，上庭之前几乎不看案卷，到了庭上就听控辩双方说，然后当庭作出裁断。那这人不也说了嘛，在现在阶段，很难这么理想化。而且这不光是对你个人的要求很高，他对控辩双方的要求都很高。是，确实是。你看，同样的话，我说，跟你说，哎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其实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以为你太太不来了呢。请问这不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？来吧，朋友们，不打无准备支仗，花谁让你点你就点那个最贵的，你别给我们大方事务所省钱啊，要不那钱也是让咱老袁头给挥霍了。哟，咱就要会点的点。哎呀，行，高远，于高远，哎呀，来，好久不见，记得我了。于高远啊，好久不见呐。那大律师来到我们这儿指导工作来了？找你谈点业务啊。这不开玩笑吗？这制服都得脱了。你咋还这样呢？一捅就蹦啊！逗你呢。我现在做那个飞速业务呢，谁稀得干那个刑事辩护，那个不挣钱的。今天晚上，幼儿园咱得好好喝点吧？啊，好好掏掏心窝吧。行，掏掏心窝就行，我酒我戒了。怎么还戒了呢？那早你咋不戒呢？先生，您看看这个4斤7两行吗？多少？这谁这么懂事儿啊？我。小夏儿啊，你上吧，快点的，入席。好嘞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老妈？小红。对，小红。我不要，你不要，你跟他跳，你跟他跳。来呀！不愿意喝酒吗？啊，你不愿意喝吗？你喝呀！来一小摇车。哎，行，可以，来摇车。我累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不等他们一起走吗？走了。别跳了，回去吧。再跳会儿吧。怎么的？现在不愿意喝酒了？你不愿意喝点酒干那犯混蛋的事儿吗？什么？
我前2天见着张丽慧了，在周先生家。他怎么样？哎，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有点走形自闭了？什么走形自闭？你问你自己呀。问我什么？我俩毕业之后没联系了。我跟张丽慧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于官员，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陆大律师，我说什么你满意？你想听点什么呢？啊？我想抽你，你打得过我吗？试试吧。啊？试试啊！啊？我打得过你吗？没事。喝多了。打我？打我呀！好了，是喝多了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跟张丽慧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喝多了不聊这个了，你回去坐会儿。挣钱了，吃上龙虾了，穿上西装了，来老同学面前装孙子。你喝多了别说了，回去坐着吧。走，回去坐。哎，陈一刚，我现在在这跟你说啊，我正式跟于高远掰面儿啊，虽然以前也没啥交情啊，就这样啊。哎。夏英杰呢？走了。你们没一个人瞧得上我的。都是你自己干的事儿，你怪谁啊？我喝多了，失态了，把人亲了，怎么着？现在我后半辈子就是为了长安这事，什么也不干了。他给我写信，我一封也没回，这不表明态度吗？我不想去影响、去干涉他的生活。现在我需要怎么做，你们才满意？你自己做错了，你还不理人家？你跟我这强词夺理，你不应该给人一句话吗？到今天你说一句话了吗？要的就是你一个说法，你不理他，那不是态度，那叫逃避。香姐也一样，到现在你俩在一个单位，话都说不上一句，为什么呀？我跟你刚才正眼瞧我一下吗？跟夏英杰，他现在不高兴，需要人陪，孤单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你别逃避啊！宋晓光啊，对。哎呀，他现在这状态不方便见客。他不用见我，我就是看看。那您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看看本身就是目的。啊，小文，哎，宋晓光今天状态怎么样？他刚接受完治疗，又注射了咪达唑仑，目前正在休息呢。你看，不巧了，还不巧了。要不您改天再来？赵主任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那个开药处方、治疗记录以及用药记录都是有留档的吧？那当然，我们是要对病人负责的。明白，一定要保存好，说不定之后会用得上。如果有不实或者造假，相关人员是会被起诉伪造证据的。如果罪名成立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到时候我们法院再重新开启新的医疗鉴定也是很有可能的。说多了，您先忙，先走。哎，同志，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请跟我来。麻烦赵主任了，哎，谢谢。记一下，沙发、水果刀、烟。
老于，这根本看不出来啊！就是因为看不出来，才要重启鉴定程序。检察官同志，我真的是个好人啊！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，而且我做生意从来不缺斤短两。你要不信，你问问我们周围所有的人。还没干过，你当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猥亵妇女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是他逼我的，我们就扒了他衣服嘛。他对我们家干了什么？你们问了吗？啊！我刚买菜回来，然后我就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妹就跟田福生打在一起。然后你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别下！老婆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搞出人命了！你怎么跟不上保安官的？你放在那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胡说八道了？去，给我把他把铐过来！去！我就想，我就不过是扒他个衣服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们家没开饭馆的时候，我们家生意好着呢。嫂子，王哥，来，我给你们买了点枇杷跟点心，可甜了，您拿着，以后还得多关照我们呢。来，拿着，可好吃了。你听我说啊，咱们街上人就这么点儿。开2个店，你不觉得这生意怎么做呀？嫂子，您放心，肯定不会抢您的生意，您放心啊。来，拿着，可甜了，您爱吃我再给你买啊。王哥，我先回了啊，多吃点啊。他口口声声跟我保证了的，他说不会抢我生意，可结果呢？他抢我的客人呀。后来呢？他还蹬鼻子上脸。我们家给工地送饭送得好好的，又被他给劫去了。梁月敏啊，你也是个女的，你更能理解这个感觉，你就能当街扒人衣服侮辱人家？对，没错，我也是女的，那我怎么就能靠力气吃饭？他怎么就要靠勾引男人呢？田淑贞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，就是你们一家人导致的，你知道吗？装的，装的。我还有个8岁的儿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是被他逼的，是他逼的，是他自找的。你没去做他们工作吗？做什么工作？就说服他们悔罪啊，就尽可能的多给一些赔偿，然后争取受害人的谅解。你这将来定罪量刑的时候有好处啊。他到现在他都没觉得自己犯罪，哪来的悔罪啊？哪来赔偿？再说被害人凭什么谅解啊？但你没去做过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人家被害人家儿子12、13岁，在自己家门口，亲眼目睹他母亲被街坊邻居当街侮辱、欺负，他怎么谅解？那小孩每天上学放学，天天就路过这儿，他可能忘了吗？凭什么谅解啊？小陈啊，我们不能替被害人做主表示原谅，也同样不能替被害人做主拒绝谅解。对，没错。我知道你说的都对，但是这件事情上，我接受不了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吗？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人和人因为生存而互害。你不觉得梁玉敏一家其实也很可怜吗？你这都是借口，而且我也不觉得，这不是借口吗？啊，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？哪儿的道理啊？你要是觉得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犯了罪，必须接受惩罚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。当你年纪大了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应然和实然是2回事儿。师傅啊，我要是
我要是有一天我碰见这种事儿，我都不愤怒了，我也不悲伤了，那我就完蛋了。那你想好了吗？准备向法庭建议怎么量刑了吗？全国人大关于严打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定，情节严重的犯罪，可以在法定刑以上量刑。不是你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法定刑以上的量刑的案例已经很少了。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废止啊，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啊。这个案子上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给他们最严重的惩罚。弟弟啊，回家以后，我这边我就看到那边有个东西，我就纳闷啊，我说谁丢的？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塑料袋。这边有发现，刘队，情况怎么样？除了这里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。初步判断，是张水给冲上来的。刘队，什么情况？有一帮尸体。妈，哎，妈你慢点，你慢点，别急，不一定是三花。这是我们刘队。队长，我闺女在哪儿？大妈，您先别激动，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您闺女呢。来，请坐。这样，你先跟我说说你闺女的情况。我闺女突然就没有消息了，我心慌啊！我这眼皮子啊就咚咚咚咚不停地跳，我这2天还老做梦，我闺女给我托梦了，说她让我那女婿给杀了，还给扔到水里了。别编了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咋了？你脚还没好啊？同志，您是钱新良吧？10天前，也就是8月的11号、12号，你在哪里？记不住了，好像没去哪儿。最近你老婆于三花来找过你吧？找过。我听说是你约她来找你的。是，我突然捎的话。跟他谈点事儿。那，你约他来找你谈什么？谈离婚。他在广州打工有相好的，想和我离了。我说离可以啊，但你要把当初2000块彩礼钱还我，不然打死也不离。在这屋子里面谈的？不是，在河边。不想让我妈听见。谈得怎么样？谈崩了，吵了一架。他说我就是不离，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。之后呢？
他是怎么回去的？顺着大路走的，可能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吧。我没送他。几点？记不住吧？那你之后干什么去了？和人打牌了，到天黑我才回的家。局长，您找我？这个案子影响很大，最近谣言四起，传说有杀人团伙专门杀落单的妇女，闹得女庆功没有家里人接送都不敢上下班了。说吧，给我们多长时间？20天，从发现尸体开始。20天？哦，那就还剩10来天了。问题是，现在这尸源还没有确定呢。不是有人认尸了吗？是，那老太太是一口咬定是她女儿于三花，可是二闺女一直不敢确认。有嫌疑人吗？有。那个于三花的丈夫钱兴良，有作案的时间，也有作案动机，而且他还找过村里人商量串供。二贵，那个帮哥一个忙，你说。要是人问你，10天前我们是不是去打过牌，你说打过，行吗？行啊。不，为啥？前2天不是在河里捞出去尸首吗？今天警察找我了，问了我好半天，是不是怀疑我呀？我怕被冤枉了。那2天咱们是打过牌啊？是打过，可我还是心虚呀。行，还账啊！赢了钱再还。还不回家，你们几个？我也不喜欢玩这个。二贵，咱们谈谈。我？对。刘队，他在销毁证据，干什么呢？起来！哎，过来！哎，你们抓我干嘛？我啥也没干呢，你们抓我干嘛？钱兴良，这是谁的衣服？我媳妇儿的。那你烧他衣服干什么？生气，恨他。这衣服是他来找你的时候穿的吗？啊，他忘了穿走了。你不是说他没来吗？他先来的屋里面，然后我们到的外面。带走。还不说我没杀他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河里那尸首，不是他吗？刘辉，那尸首是谁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不是已经认定了吗？没有100%认定，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，基本一致，但个别地方是有偏差。你还要求完全一致啊？那脑袋在水里泡多少天了？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谨慎。行了，加大审讯力度，3天内必须拿下钱兴良。你说到你把于三花引到了河边的树林里面，然后呢？我求他不要走，他不愿意，我就掐死了他。掐死了他？你确定是掐死了吗？拿刀砍他的头、脖子。接着说。梅姐，这是你们的案子，放那儿吧，又是别人挑剩下的吧？哎呀，梅姐，你别多想，每次都是随机分配的。不过这次庭长特地把一个大案子给了你们。什么案子啊？钱兴良故意杀人案。让我看看。小夏，你真是太幸运了，一来就有大案子。有梅姐您带着，咱们一定能审好。
真是小光打电话让我去的。我进去的时候，那姑娘已经被灌醉了，也没穿衣裳。我当时就想走，可是小光不让走，我也就没敢走。后来他们都搞了，我也就跟着搞呗。谈你自己的问题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。真的，申班长，不搞不行。小光他就是故意的，让我们几个都干包。那个小光有没有什么精神异常的表现？比方说亢奋、胡言乱语啊什么的？你问他。我看你现在就挺亢奋的。非逼着我休庭是吧？非要把这事闹得不可开交。别着急，是。你说宋小光如果真的是精神病，外加狂躁症，他肯定有异于常人的表现，怎么可能平时好好的，案发之后就变成精神病呢？他身边这么多同伙，一个人看不出来。你不知道有间歇性发作一说吗？什么间歇这么准啊？耍流氓的时候犯病。你比精神病专家还懂啊你！那份鉴定报告上有5位咱们滨江市精神科大夫的签字，还都盖了公章，而人家都错了，就你对。没说我对，我就想着重启精神鉴定。说的轻巧你，宋小光背后的人能不明白吗？你怎么老提人背后的人？你不着调吗你？哎，我张德山。啊，院长。好，我明白。别走，回来。哎，您放心啊，我来处理。好嘞。回来，门关上。坐。主意够正的你，跑精神病医院暗访啊？不是暗访，光明正大去。光明正大，你不事先跟我说一声啊？别人还以为是我支持你去呢，我支持了吗？我小点声。没有。太不懂事了你！师傅，我们法院连调查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我没有觉得我去精神病院看看嫌疑人有什么违规的。没说你违规，我是说，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？冲动谁不会呀？师傅，你真的能受得了那个恶霸，就凭那张纸把我们耍得团团转吗？我受不了。小袁啊，咱们丑话说前头，这事儿你真要办，那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甭这几个意思，想通了，还是下决心了？又说话呀！我管不了你，你赵院长去吧！我告诉你，我宁愿被领导指使的团团转，我也不想因为一张纸耍的团团转。气死我了！对不起，师傅。你是我师傅。去精神病院应该跟您提前打个招呼。我谢谢你没跟我说，以后也别跟我说。下不为例。没原则。你得少来。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花的？不是我这么认为，是我也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新鲜材料呢。梅姐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有时候比认为自己知道反倒更能接近真相。
你给我辩证的呀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公安的鉴定报告，他们也没有100%确定死者就是于三花。哎呀，燕儿，是我闺女，哎呀。二老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像是，是我三妹吧？你能确定吗？刘队，哎，这个是颅相重合的鉴定报告，这个结论说的是非常相似，也并不是确认。那不是辨认了2次吗？对，是辨认2次，一次是根据高度腐败的尸体复原的想象画像，这个准确度并不高；还有一次是根据颅骨进行的颅相重合图片。你看，这个图片跟他本人的照片相似度能有个7、8成。但是这2次亲属都辨认了，都确认就是于三花本人啊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！您看这2个照片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，但他们都说像。那不是很好理解吗？任女心切呀！再说了，这个尸体在水里泡了好几天了，那有点变形也是有可能的呀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死者不是于三花。你这太违心了吧？家属辨认不算数，颅相重合不算数，那你说什么算数？其实最可靠的手段是颅骨重合的鉴定。颅骨重合也做了呀，你自己看看，鉴定报告基本吻合。哦，基本不行是吧？你刚才说了，基本不等于全部。对啊，这个报告上写了，2项存在轻微偏差，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花。哪怕只有1%的可能性，我们都不能轻易认定。闹了半天，颅骨重合也不行，也不算数，那怎么着？是你说算数吗？不是我说的算数，梅姐，我是小夏啊，这样，你去找庭长说，这个是案子你审，你当主审官，我跟你当助理。梅姐。喂，爸啊，一中啊！哎，一中电话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，他们跟我妈挂布鞋那事儿啊？你怎么突然打电话问这个事情啊？我是想问，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，一帮人公然侮辱妇女，而且这个手段更下作，情况更恶劣的话，不会有这样的如果了。我们国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走了这么多的弯路，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如果现在就是发生了，您作为审判长，应该怎么判？我已经不是审判长了，我现在是一个连上楼梯都要人搀扶的档案室管理员，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因为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，都不是现在的你。我知道了。一中啊，我得提醒你啊，作为一个检察官，不能被自己的精力和愤怒所控制。你要理性。我没有被自己精力控制。那你想要我说什么？怂恿你自己利用检察官的权利，从重从严，尽快的让那些人付出代价，这样你就能好受一些吗？我先挂了啊。来来来，你帮我尝一下，我这汤咸淡合适吗？合适吗？合适。
同志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上哪儿？才能走过来。防啊防啊！速度速度，不然让你们折返跑了啊！你是方好吧？你就是那个法院的？对，于高远，幸会。叔叔，小心停！看着点儿。谢谢啊，我其实联系挺多人的，只有你愿意出来见我。我记录一下。你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约时间啊？我就午休随便溜达过来。再说你什么级别，还得提前约时间？算了，别，吃个面，走。脾气也太暴了，一句不能说。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，一直都是跟他同班。他要是有精神病，那是不是我也得算呀？能稍微正面的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吗？你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好，我正面描述一下，宋晓光没有精神病，他正常的很。当然，这是我观察到的，我可不是大夫。谢谢，你给我提供的这些非常有用，我心里更有数了。调查不都应该是公安局和检察院下来干吗？你们怎么也下来啊？你对我们这行还挺了解的。我之前在中院实习过，后来没去。是吗？那太可惜了，你要是来了，咱俩就能成为同事了。嘴挺甜的。不是，我真不是跟你客套。啊，我觉得你说话心直口快，有幽默感，也能看出来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，特别像我之前一个女同学。我谁都不像。不好意思。开玩笑的。这么追着要抓宋晓光，领导同意吗？有难度吧？难度不小。该抓。他早就该遭报应。你弟的？不是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是外省农村的，在北京念的书，毕了业之后就分配到这儿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难怪一腔孤勇，有魄力，我欣赏。祝你成功，大学生。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可以选择不回答。铺垫这么多，问吧。他是不是？我指的是宋晓光。之前是不是曾经试图有过想要伤害你？他不敢，借他10个胆子他都不敢。我爸不会放过他。那就好。倒也不是说没伤害过吧，用另外一种方式。啊？他给我起外号啊，叫我瘸姐。这个外号一直从幼儿园跟到我高中毕业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了吧？知道。该抓。叔叔陪我们玩一会儿吧。行。他们是打累了。玩儿。走。走。走啊！那边。
好球！咱有点误会，今天把它说开呗。我跟丽慧的事情，其实没有那么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确实跟我也没关系，但是我作为律师呢，多多少少有点打抱不平的性子。而且都过去了，我那天说掰了也都是酒话。行。张那会儿不在最高检了，去西江，知道吗？怎么的？这事儿我真不知道，还是因为之前的事。哎呀，你多重要啊！怎么谁都跟你有关系呢？人家有自己的志向，不行啊？行。你怎么？你这次来专程找我，请我吃饭呢？专程找你。哎呀，有案子想。请你帮帮忙。幼儿园，你怎么的不想穿这身制服了？庭长，他还不如小孙呢。他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说什么都是不对的，这凭什么呀？就凭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？那我也是东都政法的呀。庭长，您不也是吗？是。反正这个案子呀，我肯定是不能退卷的。哎，小夏，在这儿愣着干嘛呢？没事没事。我觉得你得留在这个案子里。但是我现在跟梅姐矛盾激化了。他等不及自己去找庭长，估计想把我调走。那你就别激化矛盾，你跟人服个软，说说好话呀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么坚持，你是觉得他错了，还是觉得人命关天不能马虎？说实话，都有。你要是想证明他错了，那你退出没关系，因为这事本身就没有意义，而且他对与错你说了不算，得交给时间。可能到最后他根本就没错，是你想多了。我觉得你误会我了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，所以我不想草菅人命。如果你是不想草菅人命，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这个案子里。现在中国的刑事审判还是以侦查为中心的，如果在侦查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你想靠在庭审上审判长来力挽狂澜，那基本上不可能。而且这样对当事人也不公平，太危险。这样子啊，钱新良得好好找一律师。他现在倒是有指派律师。这种案子，你觉得指派的律师能帮上忙吗？不知道。你要是想留在案子里，你听我一句，回去跟人好好认个错，哪怕说点假话呢。不是。那虚与委蛇谁不会啊？我就是平时懒得装。你懒得装？嗯。你跟我就别装了，你要不你先练一练，你就跟着我练，你说点假话，平时说不出口的。来。嗯。说啥呀？你就当今天是约会，然后你要跟我表白，你说吧。一句说不出来。
幼稚。哎呀，明白了。想要揪出来主犯宋晓光，你得找个敢下嘴的律师，给那些小喽啰们辩护，替他们鸣不平，闹个判决不公，你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提出重新鉴定，是吧？行啊你，不会是你啊？这小算盘打的。给宋晓光下套，拿我们当枪使，然后你们谁也不得罪，好处全收，风险没有。判了宋晓光，你是为民请命的包青天，这官司打不赢呢？官司打不赢，代理费你别拿了。哎呀，你快得了吧！我们的元老三代童子啊，打这种官司挣的都不够这顿饭钱的。那怎么的？答应元律出马了？没有啊。你呢？你刚才说那个代理费多少钱？我打听过了，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家属是做生意的，家底挺厚实的，能拿出不少钱。他闺女就是宋晓光害的，最后跳江自杀了。哎呦我们这个不是奔着钱，有的时候正义挺昂贵的，是吧？我们律师也得生存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案子呢是上过庭了。那些从犯有自己的辩护律师，如果要换辩护人的话，有点困难。但也不是没这可能。如果你们要接这个案子的话，你们就得从被害人。庄先生已经把账给结过了，这个还给你吧。哎，你帮我把这打包一下。看，包子、米饭、馒头啥都有啊，现蒸的包子。嚯！老孙啊，哎，陈警察，来，吃个饼，吃个饼。他家怎么又重开了？他小舅子接过来做了，尝尝。我真不吃。
那你家也重新开呀？你这摆摊干嘛呀？我哪有那个精力？家里人都那样了，我也没有本钱。尝尝吧。我今天来啊，是这个事儿啊。这我们单位啊，大伙儿凑点钱，所有明细都在里边，你先拿着，给你老婆治病。现蒸的老香了。不行不行，这钱我不能收。我只有一件事求你，赶紧把他们送审，早点研判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明白，但是治病要紧，别的你先不管。不，这咋了？我妈不见了。你骂人啊？啊？有绳子不用，不要你干啥事？哎，你打孩子干什么？你说呀！我可能实在太难受了，那绳子绑着多疼啊！我不知道疼啊！行了，你先想想老婆能去哪儿，好吧？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？你大活人生！小墩子，我跟他一吵架，他就往河边跑啊！走。淑珍，妈，淑珍，哎，小美，这是不是你卖的鞋啊？我妈倒是有这么个颜色的，那她今天有没有穿啊？我不记得了。喂我要你干啥使？哎，这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孙先生，我不会游泳，你快喊人去！这人就在那儿，好，你快，别让他飘走了。淑珍。好的，情况我已经了解了。陈店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摊上这个事儿没完没了。今天差点把你都搭上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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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谢谢。说话声。有事说事。我这忙不过来了，有这个案子，你帮我接一下啊。不接。哎，你问都不问你就不接啊？我那一堆事儿呢，飞速那边一堆业务，
史奈尔集团法过，那安岳检美元，我是不是得挣钱支持你正义事业啊？如啊，咱们律师那官司不能只为了打钱呀。不是，你律师打官司不能只为了钱呀。袁律，咱早就分好了啊，您接免费的官司，我得打挣钱的案子吧？我这也挣钱啊，我这也挣钱。你这多少啊？200可以了。一个村支书恶霸使用暴力，长期欺占村民土地。不接。哎，你200块钱怎么了？2个月工资啊！哎，你不接你。哎，谁呼我？小陆，我。哎呀，我说这2天怎么老打喷嚏呢？少贫嘴啊！我这有个案子，能不能接？跟余光远一出啊？他也找你了？宋小光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宋小光，是钱新良。刘玲，有事说事儿。有案子。我说很忙，我说很多案子，那你的案子我也不懂。哎，这案子你擅长啊，而且还挣钱，这个数。多少？3000啊？你看你能不能有点起子呀？怎么没起子？我这3500，我4个案子3500，你还3000，你来找？你这话你咋想说出来的？你4个案子3500，你那没我一个零头多呢？什么不顶你一个零头？可是我4个案子呀，我4个案子我才3500，而且一个比一个难打。怎么了？不是你4个案子，你算的哪头账啊？我算什么哪边账？4个案子一个比一个难打，30多个民工，200多个村民和一个民办教师都等着我帮他们伸张正义呢，才3500，值不值得？你还3000，你来找我，你以为我现在我还是200啊？那我换个说法啊，一个横行不法多年，残害了几十名妇女和少女，家里是有高官背景的衙内，凭着一张精神病鉴定就能免于被起诉，逃脱法律制裁。全市几百万人民就盼着您袁大律师出马，把这个恶贯满盈的王八蛋给揪出来呢。西方有句谚语啊，法律是张蛛网，粘住小虫，冲过飞鸟。袁律，您说这样的事儿，咱能容许他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发生吗？咱能容许吗？这种人咱们该不该抓他？你接着说。您说这案子紧迫不紧迫？刺激不刺激？我说完这些，您馋不馋？想不想接？你接着说。我还怎么接着说？这一个恶霸残害了几十名女性，然后仗着家里有背景，完了整了一个精神病的鉴定，然后就没有人拿他的。你这案子多少钱？你刚才说我那还不如你个零头呢，你到底多少钱？3万。3万。行，我袁一方也要给自己证明一下，我打官司也能挣3万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正义无价。你别给我扯这个，你去把案卷给我拿来。那我现在手头